女朋友受网上10万彩礼案件的启发，用我们恩爱的视频威胁我，要么给他弟弟买套房子，要么我去坐牢。原来几年的感情不过是一场算计。我到这时才幡然醒悟，老师真是对男人最恶毒的赞美。去你妈的24孝好男友！老子要让你们一家生不如死。订完婚第2天醒来，发现床头坐着丈母娘。我一愣，以为自己起猛了。丈母娘笑眯眯地说：“穿个衣服来客厅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”她走的时候还顺手拿走了我的手机。我隐隐感觉不妙，但也不知道他们一家卖的什么药。我穿上衣服，晕晕乎乎地走到客厅，发现女朋友一家都在，小舅子就躺在沙发上，没脱鞋，脚搭在我新买的茶几上。白色的茶几已经落了一圈灰。他本来在抽烟，看见我冷笑了一下，把烟屁股弹进了我的茶杯里。我皱眉，刚准备训斥他，丈母娘开口了：“小江啊，你过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我用眼神询问我的女朋友，她的目光和我对撞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弹开，低头刷手机。怎么了？我说：“最近有一个新闻你知道吗？”丈母娘笑着问：“这几天筹办婚礼，忙得我脚不沾地，哪有空看新闻？”“什么新闻？”“你自己看。”丈母娘把手机递给我，我扫了一眼。新闻说是有一个女的，为了多要10万彩礼和1半房产，在房事后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迫的，导致男方以强奸罪被拘留，要么满足女方条件撤诉，要么坐牢。我看得头皮发麻，抬头对上他们一家似笑非笑的眼神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看这个干嘛？我问。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丈母娘指着一脸痞子相的小舅子说：“你小舅子最近也要准备结婚了，你给他准备一套房子，也不用太大，120平左右就行，学区要好。”我打断他：“凭什么？”丈母娘像是早有预料，对女友使了个眼色。女友立刻把手机递给他，他轻车熟路地点开相册，调出视频。那是昨晚我和女朋友的私密视频，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拍的，可能是在我洗澡的时候偷偷设置好手机拍的。昨晚她说要和我玩情趣，然后表现得很抗拒，并用眼神一直鼓励我，但手机拍不到她的眼神，倒是记录下她一直喊不要。原来他妈的玩的不是情趣，是我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抱着最后的希望问道。丈母娘抱胸往沙发上一靠，语气也冷了下来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装糊涂了吧，只有2个选择，给你小舅子全款买套房，或者和新闻里那个男的一样去坐牢。”我脑袋嗡的一下，全身的血都直往头上冲，巨大的愤怒填满了我整个胸膛。我几步走过去，抓着女朋友的胳膊：“你们家在搞什么？”女朋友嘶了一声，甩开了我的手：“你弄疼我了，有气别往女人身上撒。老丈人说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给你小舅子买个房怎么了？”帮的又不是外人3，我怀疑自己在做梦，狠掐了一下大腿，疼得要死，没醒过来。女友一家的眼光宛如毒蝎：“你家的家庭条件我都调查过了，完全有能力负担起这套房。”丈母娘说：“反正你们结婚后1半财产都是我们家的，早买晚买都是买。这套婚房已经花掉我和我爸妈所有积蓄了。”我说：“当初你们要加名，我加了，要彩礼我给了，3金首饰什么的也一样不缺，现在又整这出，非要把我们家榨干才罢休。别哭穷。”他爸嗤笑一声，掰着手指头跟我算账：“你积蓄没有不要紧，你父母不是还有一套房吗？卖掉付个首付总够吧？那他们住哪儿？可以租房子啊，现在房租又不贵。”我都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，指着他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指什么指？懂不懂尊重长辈？”他爸霍地起身，还生气了：“当父母的哪个不为了自己的子女着想？你们家就你一个，不全给你，还留着自己带进棺材里吗？”我再也忍不住，顺手抄起茶几上的水杯砸了过去。他爸一偏头，茶杯在墙上砸了个粉碎。“滚！”我大吼，“都给我滚！现在说话你也听不进去，但是我劝你不要冲动。”丈母娘慢吞吞地站起来：“好好想一想，是你的下半辈子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”他们一家人走后，我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律师。现在的情况对你非常不利。律师说，他们有视频在手，只要女方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强迫的，你就很难赢。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这种事也会被判刑？我妈问道。只要违背妇女意愿，都算的。律师叹了口气：“阿姨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这种情况确实很棘手。我建议你们2家好好沟通，尽量不要闹大。”难道就真的拿他家一点办法没有了吗？我说：“就任由他们搜刮。”律师沉默着点了点头。靠！妈妈的脸色惨白，她望着我，哆嗦着嘴唇问：“这可怎么办哟？”刚进女朋友家，我就感到一阵悲凉。冰箱是我送的，桌上的礼品是我买的，就他妈连电灯泡都是我换的。现在他们家人吃着我碗里的，还有我锅里的，想想就一肚子气。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压着火气说：“请柬发了，酒席定了，戒指买了，彩礼收了，下个月还要不要结？”
没说不急啊。丈母娘说，只要你能满足我的条件，一切照旧。亲家母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妈妈眼睛红红的，声音颤抖，她也在压着愤怒。我们真的没有钱再买一套了。都说了，只要把你们住的那套卖了不就够了？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丈母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妈妈对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去和女友谈谈。于是我问女友，你怎么想的？女友低头玩手机，并不答话。我按灭她的手机屏幕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她抬头看着丈母娘，丈母娘连忙帮腔，什么叫把事做绝？雷雷以后也是你弟弟啊，自家人帮自家人不是应该的。你他妈闭嘴！我指着丈母娘，我现在没和你说话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爸妈对你怎么样？我对你怎么样？你现在搞这出合适吗？我说，我们在一起2年多，我不敢说是个满分男友，但是不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事情，我都做到了。情人节、七夕、跨年、你生日，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礼物，没断过你想要的东西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是不是二话不说都买给你？我爸妈就更不用说了，把你看得比我都重，听说你口味清淡，马上去学粤菜，听说你对狗毛过敏，把我家养了7年的哈士奇送到乡下，连冬天织个毛衣都想着你。你们是对我还行。他并不看我，眼睛盯着别处。那为什么不能对我更好一点？不过就是一套房子，你们家又不是买不起。我忽然感觉他好陌生。2年前你还在当服务员，那时候你跟我说，只要能过上安安静静、平平稳稳的小日子就满足了。从什么时候起，你的胃口变得这么大了？陈江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是吗？什么？对，要不是你，我就是一个服务员。我配不上你，所以我才要更多。他忽然歇斯底里，我要安全感，安全感懂吗？你今天爱我，会对我好，会给我花钱。可要是明天你变心了呢？一脚把我踹了，我怎么办？巨大的荒诞感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脑门上，我竟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。我不是在房本上加你名字了吗？不够他叫道，我要更多的钱，我要更多的安全感。小孩子都知道，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，你不要那么自私。我自私？对，你就是自私。一直没说话的小舅子冷笑着开口，你要是真的爱我姐，你就不会在乎这点钱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钱花在谁身上不是花。可是你满脑子就是房子房子房子，根本不关心我姐，你还说你不自私？我说你他妈脑子里有屎吗？你骂我也没用。他说现在你就2条路，要么买房，要么坐牢，自己选喽。我妈一听到这话，顿时急哭了，竟然咯噔一下跪在丈母娘面前，抱着她的大腿。小江才27岁啊，正是年轻的时候。亲家母，不能让他去坐牢啊！丈母娘抱胸，垂眸看着妈妈，无动于衷。我赶紧去拉妈妈起来，妈，我们不要给这种人服软。对啊，看你儿子多硬气。丈母娘冷笑，再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。她扬了扬手机，要钱还是要儿子，就看你们的意思了。心痛、愤怒、悲凉、惭愧，种种情绪在我心头交织，脑子已经变成一团浆糊，丧失了思考能力。扶着妈妈走到门口，我忍不住问女朋友，所以你是从2年前就开始算计的吗？她不敢看我，也不说话。很多时候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。想想真是毛骨悚然。在你想着和他白头偕老，想着和他经营未来的时候，他却在你背后盘算着怎么把你吃干抹净。哀莫大于心死。我不想说，我一定要破这个局，我要他们一家生不如死。一夜没睡，我研读了1晚上的相关案例，在天蒙蒙亮时终于找到了破解之法。其实说起来也不复杂，他们家想要我的钱，那就将计就计。第一步肯定是要先稳住他们家，答应给他弟弟买房。第二步，这个买房的钱我家现在肯定拿不出来，如果我现在借钱买，那么这房子就算是我婚前负债，他们家不用还。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把这笔债务转移到婚后。光是这样还不够，我还要想方设法多负债，最好负个几百上千万的债务，拉着他们家一起下水。而我的那份负债还不用还。怎么操作？用股票开空单。想在股市赚钱难，但想赔钱真的就和喝水一样。只要我和另一个人开2个账户，然后他开合约空单，我开多单，我的钱不停地流入他的账户，之后我再找他借。这样操作几次，上千万的负债不就来了？就是法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定，其中有一个条件，需要明确这笔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，买房、结婚、装修、吃饭都算。这个就更好办了。一夜没睡，我精神抖擞，拖鞋都没换，就开车飙到发小家大门口，哐哐砸门。发小顶着一个鸡窝头开门，满脸写着无语。是你啊，我还以为地震了。我说我要报仇，你来搭把手。他卧槽！我拿出手机递给他，婚礼上放这个，
你觉得杀伤力大？不大。卧槽！我又把女友一家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。他那绿豆大的脑仁好像就在只剩下这2个字了。卧槽吧！和发小一顿计划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去女友家谈判。他们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来。一家人在吃早饭，看到我后互相递了递眼色，眼里满是得意和止不住的笑。我也懒得和他们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想通了，房子可以买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，房本必须写我名字。不可能！他弟立刻拔高了音调，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？他妈就显得很沉得住气，笑着开口：小陈啊，既然想送，那就拿出点诚意来嘛。这样别别扭扭的，可没点大男人的样子啊。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家不会同意，我那样说只是给自己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而且一上来就答应，只会造成2个结果，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他们后悔开价太少，蹬鼻子上脸。我家现在真的拿不出买一套房子的钱，只能去借。我说一下子全给他，我一点保障都没有，心里不踏实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不用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他妈用很严肃的表情讲笑话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你这边写完名字，我那边就删掉视频。不行，我缓缓摇头，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，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？他弟又急了，我妈都说了会删，就一定会删，懂吗？我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心里计划着婚礼上要怎么抽他这张嘴，脸上不动神色。这样吧，我们都各退一步，我和瑶瑶领个结婚证，房子写我和他的名字，算夫妻共同财产。我说我婚房有他名字，这套房子也有，加起来也够一套了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。他爸他妈沉吟着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他弟大叫：不行，我的房子怎么能写我姐的名字？那还算是我的吗？妈，我冷笑一下，想要自己的房子自己不会买，你们家求财，我们家要平安，想要双赢就听我的，不要太贪心，不然我要是进去了，你们家也1分钱拿不到。而且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屁大点事都能传遍全城，你觉得以后瑶瑶还能嫁出去吗？说完，我坐下来喝了口茶润润嗓子。你们现在也只有2条路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果然，我话音刚落，他妈就迫不及待的点头，就照你说的办。谈判完第2天就去领证了，没有特别挑好日子，因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领完证，2家人坐一起吃饭，气氛有一股热闹的寒气。明明前2天还吵得不可开交，现在又和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起寒暄，一口一个亲家，喊得格外亲热，脸上全在笑，话里都是刀子。一个暗示自己没钱，现在也是一家人，不如早点把视频删掉。另一个打哈哈，一边打太极，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对方的财产，巴不得吃完饭就去买房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真他妈写实。我看差不多了，给发小发了个短信。10分钟的时间，这家伙咋咋呼呼地出现在我家门口，花衬衫、大金链、翡翠扳指、老板包，这家伙眼暴发户，真是有一手。老陈，你不够意思啊！他想在桌边找个位子坐下，发现没空位了，揪着小舅子的衣领，把他当垃圾丢了下去。都要结婚了，不叫我，眼里还有没有兄弟？我笑，本来想和你说的，但前2天出了一点事，忘了。什么事啊？发小找了个干净的碗，对着刚爬起来的小舅子就是一巴掌。哪来的小东西？去给我盛饭。一家人搞不懂发小的底细，但都被他的气势镇住了。小舅子在他妈的示意下，唯唯诺诺地接过碗。没事了，现在的都解决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说，哦，哥们来跟你炫耀来了。他拉开皮包拉链，里面满满一包红钞，他一把全抓了出来，啪的一下拍在桌上。刚取的8万，都是新钞。哥们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他家人眼睛都直了。我推脱，给这么多，嫂子没意见。这才几个钱。发小又从口袋里掏出保时捷钥匙，丢桌上，看看新买的车，落地100多万。我说，你发财了。他弟咽了口水，伸手去拿钥匙。发小眼疾手快，反手就是一耳光。他妈的，你谁啊？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小舅子被打得原地转圈。我说，这是我女朋友弟弟。发小这才摆出一副懊悔的样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当哪个熊孩子呢？原来我兄弟小舅子啊，打错了，下次别随便要人家东西了哈，不然还会挨打。我真的要忍不住笑了，死死咬着嘴唇才没出声。女朋友一家都被这8万块钱砸得晕头转向，竟没一个敢怪他的。实际上，那个保时捷钥匙是9块9包邮的打火机，当然摸不得。我说，怎么发的财？你还在搞炒股？他说，对啊，打工一辈子也出不了头，跟我干，2个月就给你挣一套房。他话音刚落，女朋友一家人的眼睛都亮了一下。妈的，我还以为谁开灯了。我假装没看见他们写在脸上的意思，推脱道，这玩意儿我搞不明白，风险太大了，不来。你非要当老顽固是不是？
发小说我们两个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后面他一直劝我，但我一直推脱。女朋友一家都要急死了，但是碍于发小在场，不好说什么。屁股底下长了牙似的，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他们越急，我越是不急，就是要等他们自投罗网才最爽。我严重低估他们家的贪婪程度了。发小前脚刚走，他们一家人就在疯狂劝我跟着发小去炒股，几个月就是一套房子，何乐不为？我借口要加班，赶紧溜了。晚上我刷牙的时候，女朋友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我。她穿着吊带睡裙，脸上的妆容精致。老公，我们好久没有了，声音嗲得发腻。我说这次手机放哪里了？浴室。她的脸由白转红，咬着嘴巴，扭捏了半天，没有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笑，一次一套房，你太贵了。她举起手，做事要打我，都过去了，总提她干嘛？你再这样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我最后擦了把脸，借口和发小商量事情走了。再多待1秒我就要吐了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对他就产生了巨大的厌恶，从生理到心理的全方位反感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烧烤摊上，发小撸着烤串问我。能怎么样？我笑，一家人巴不得我赶紧抱上你大腿。发小也笑，我基金都跌成什么样了？你要是真跟我，现在估计在天台排队。他给我看他的基金，满屏绿光，差点让我以为自己看见了极光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知道了，这顿我请。这时女朋友的微信追过来了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我回，我们在聊八卦，他在和我说他前老板的事情。还聊什么八卦？跟他炒股呀。我说这玩意风险太大了，我真的不想碰。他说你要为我们的未来打算啊，你不努力赚钱，那个房子怎么办？等的就是他这句。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需要另一方知情，这可是他求着我去投资，输了可不能不认账。我赶紧把聊天记录截下来，证据到手，我开开心心的回了个好的。他好像也很开心，发了个亲亲的表情包。哼，你就笑吧，以后有的是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和发小左手倒右手，累计弄了1000多万的债务出来。他们一家就算从头开始干，也还不起。现在还差最后一步，让他家删除视频。房子挑好了吗？我主动问道。女朋友一家好像就在等我这一句话，话音还没落，10几个房子的视频就已经发到我手机。这段时间，我故意在他们一家面前露富，说是赚了有20多万，拿出一部分给他买了包包，另一部分花在酒席上。买包包是用于共债判定，酒席定制则是出于人情世故。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看这出戏，怎么着也得吃顿好的不是？反正这笔钱最后都要他们家给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看到我手上有钱了，就真以为是我赚的。可能是考虑以后抱定我这个大腿，这些天的态度好得出奇。这些房子地段和户型都不错，你看。丈母娘说着给小舅子使了个眼色，这小子立马给我端来一杯茶。我随便翻了翻，你们喜欢就行，我就不看了，直接告诉我结果吧。这个，小舅子连忙指着一套200平的大平层，姐夫，这个好，户型和价格都有优惠，还在市中心。他面色潮红，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那就这个吧。我点了点头，他们一家随即狂喜。很快我们就去了售楼处。这2年房子不好卖，很多楼盘都开出1成首付或者买房子送黄金的降价手段，但是我都不要。再确认一下，您真的要这么高的贷款吗？中介再三确认，我们可以给您争取到更优惠的力度。我眼睛一瞪，说的什么话？我缺这点钱吗？我说多少就多少，又不差你钱。脑子缺根弦，丝毫没察觉到情况不对的小舅子紧跟着帮腔，就是，我姐夫有钱，你管这么多干嘛？中介看我的眼睛里都是星星，看上去比我女朋友还要爱我，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哥，您是我亲哥，买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，我只要没死，一定帮您做到。我看这哥们情真意切，顺手发了一张请柬，那就下周来参加我婚礼吧。他口不择言，原来哥要结婚了，恭喜恭喜，祝您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听得我直翻白眼，心说你在说什么丧气话？30万首付交完，手续办妥，我立马联系了律师，让他过来做个见证。视频要当着我面删完，但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备份，索性要了一份保证书，保证这是就此翻篇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他们一家又坐地起价。小舅子又让我给他买辆宝马，说是方便他上下班。他爸他妈表面训斥，暗地里观察我的反应，唱红脸的提条件，唱白脸的要稳定我这张长期饭票。不就是一辆宝马吗？买就是了，反正用的是你爸妈的棺材本。看我点头，他们家才终于同意删掉视频，写下保证书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保证书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讽刺的隐喻。
真正信任不需要任何承诺，越是没有保证的事情才想要个保证。保证书一式3份。律师把保证书塞进公文包时，给我使了个眼色。我会意，一个人送他回律所。可以啊，兄弟，怎么摆平的？一上车，他就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我边开车边把经过说了一遍，他听得啧啧称奇。对付这种人就要这么干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敲你一辆宝马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笑笑，山雨欲来了，随手抽出一张请柬，老实赏个脸，一起来看戏。律师爽快地接过，一定。婚礼当天，由于之前我特意嘱托他们家要多叫点人，一切花销由我承担。对于这种长脸的事情，他们自然不会拒绝。7大姑8大姨，同学同事老相好，就差没把村里的狗带上了。我进门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婆婆拉着丈母娘的手说：“你们家女儿真是好福气，找了一个这么大方的女婿，以后你有的是福享喽。”丈母娘笑得脸都要烂了：“哪里哪里，你家女婿也不错，给你们盖了一个卫生间，孝顺着呢。切，那才几个钱。”那个婆婆盯着我，眼里是掩盖不住的羡慕。我直觉他们两家有过节，因为丈母娘满脸大仇得报的表情。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。我当场给了那个婆婆5000块的红包，惊得众人呼声四起。度过冗长烂俗的接亲游戏环节，我们终于到了酒店。鲜花、音乐、灯光、亲友，当之前我幻想了无数次的场景真的出现在眼前时，我的心却早已毫无波澜，物是心非。我麻木地看着大屏幕上滚动的时刻照片，过往的一切一帧帧浮现在我眼前。这张是在华山旅游时拍的，那里有座桥，挂满了同心锁。他说把同心锁的钥匙扔掉的情侣一辈子都不会分开。可是怎么不会呢？我以为我们情比金坚，可是后来你输给了钱，不是吗？这张是疫情时拍的，那是你阳了，我照顾你，被感染，双双高烧。于是我边给你炖梨子边工作，你拍了我发朋友圈说以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爱情的誓言多么容易脱口而出。那个时候你是真的感动了，还是只是在算计的天平上给我加了个砝码？越看我的心越悲凉。倒是他却捂着脸哭出了声。大家好像都被感动了，所有人都在祝我们百年好合。他看着我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破碎的泪水盛满灯光，竟真的如星星。原来爱情是可以被表演出来的。新郎，你愿意娶你身边的这位女孩为妻吗？司仪不知道说了第几遍，伸手拉了拉我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接过话筒，缓慢又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不愿意。”大厅立刻安静下来，宾客们脸上的微笑和鼓掌的动作统统停滞。只有我发小毫不意外，马上换了 BGM。 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会找到更好的。哗的一下，众人哗然。丈母娘手忙脚乱地指挥酒店工作人员：“快换回去啊，还愣着干嘛？”可是我才是金主，没我点头，经理也不敢拿主意。陈江，你什么意思？瑶瑶拉住我的手，表情近乎恳求。我甩开了她的手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但是这个婚肯定是不能结了，辛苦各位大老远跑一趟，所以礼金也全部退回。”我这边说完，那边发小就提着盘子把红包一个个送回去。礼金算夫妻共同财产，能给他们家抵债。我真的太怕他们家赚到1分钱了。好些人没接，大学室友问我：“老陈，你这是唱哪出？”我一指大屏幕，请看 VCR。 照片立刻被替换成一段视频。丈母娘坐在我家沙发上，敲着二郎腿说：“要么给你小舅子买套房，要么你就去坐牢，根本没有第3条路给你选。”我问瑶瑶：“你就这样算计我们的感情？”瑶瑶玩手机，头也不抬：“这不叫算计，你家条件比我家好这么多，多给点钱怎么了？我就是要一份保障。”我发小也是个人才，这段视频的 BGM 配的是爱情买卖。原来你家儿子这套房子是这么要来的，不愧是收了我5000红包的大娘，声音那叫一个洪亮。他还跟我们炫耀，说是自己儿子有本事，自己买的呢。我就说嘛，他家儿子进场都没人要，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？村里人炸开了锅。丈母娘豁然起身，环顾四周，再乱说话，撕烂你们的嘴，但根本没有威慑力。呦呦呦，老母鸡发飙了。大娘扬眉吐气，战斗力更上一个台阶，我就没见过哪家乞丐这么理直气壮。周围人纷纷附和：“就是就是。”丈母娘气疯了，冲过去撕他的脸。大娘立刻还击，场面乱成一锅粥。我把话筒递到我大学室友嘴边：“这样个女的，给你，你要？”室友有点社恐，捂着脸连连摆手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”我又转到另一个室友：“你要？”他说：“江啊，这些年受委屈了，我戏瘾犯了。”佯装擦了把眼泪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命比黄连苦。”瑶瑶跳下台，拎着裙子跑到我身边：“
拉着我的胳膊，不无怒气道：“能不能别开玩笑了？”我说：“你是傻逼吗？都这个程度了，还以为我会娶你？”他怒极反笑：“好啊，我真是感情为了狗。”我说：“那狗不得饿死？就你那丁点感情，够人家塞牙缝吗？”离婚他大叫：“明天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，你的钱你一分别想拿回去。”这样啊？我沉吟。他估计是以为我后悔了，抱着胸冷哼：“你现在求我还有用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打算求你啊，我想今天下午就把婚离了，双喜临门。”他气得咬牙切齿。还有个人，我早就想打了。我扯下西装，大步流星的走到小舅子身边。这家伙看着自己妈妈被别人按在桌上打，也不阻止，傻傻的站在旁边，张着嘴发呆。我照着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：“小逼崽子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！”他被我打得晕头转向，刚爬起来又被我一脚踹在地上。小小的一场婚礼，名场面太多，大家的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不知道该看哪边。我发小最嗨，要了个话筒，跳到台上唱：“你这个坏女人，我对你如此的真诚，你强行霸占我的人，白白霸占我多年的青春。欧丈母娘出院后，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堵在我家门口。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叫上发小和律师一起陪他们家玩玩。一进门，他就往沙发上一坐，故意对小舅子说：看上什么东西就拿，这里面有一半都是我们家的。小舅子急不可耐地去掏我的车钥匙，我都看乐了。什么叫有一半是你家的？丈母娘得意洋洋：我问过律师了，你们家名的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离婚要分走一半。不光是房子，还有你结婚后的所有收入，都有一半是我们家的，这就是你任性要付出的代价。婚礼第二天，我们就去办了离婚证，但是有1个月的冷静期。从法律层面来说，我们现在还算夫妻，他们家这就等不及了。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你们家真是算盘成精。丈母娘以为我无能狂怒，冷笑着说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当初给过你机会过好日子的我也笑。夫妻财产分割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们先商量一下婚后我欠下的钱怎么还。什么欠钱？发小掏出厚厚一沓借条，都在这里了，一共1364万3250，给你们抹个零，250就不用还了。多少？1364万。丈母娘翻着借条，脸都绿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你什么时候欠这么多钱了？我说：你可真是见人多忘事，是你们让我去炒股的，忘了？他明显心虚，但还是梗着脖子说：你欠的钱凭什么算我们头上？不还我就不还。我说：啊对，夫妻共同财产你一分利没出，离婚就要分一半，共同债务就都算我的。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？律师这时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站出来给他们一家科普。期间聊天记录人证物证一件件摆出来。说着说着，小舅子感觉事态不对，连忙从沙发上下来了。刚才这个小混蛋不穿鞋在上面蹦来蹦去，所以这笔债务需要你们2家共同偿还。律师最后一句话说完，丈母娘一屁股跌在地上，半天没缓过神。小舅子慌了，六神无主的大叫：妈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还不起啊，我1个月才2500，我每个月还有3000多的花呗要还呢。债主发小笑呵呵地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没钱还是不是？小舅子连忙点头：哥，我真的没钱。指着我：都找他要，他有钱。发小一巴掌抽了过去：上次我是不是就和你说过，不要随便拿人东西？怎么当乞丐上瘾啊？丈母娘这时想打感情牌，一把揪住我的裤腿：小江啊，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，自从和你离婚后，瑶瑶天天在家哭。你们感情一直很好，小两口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绊绊的？回头你们找个机会好好聊聊。我踢开了他，蹲下来直视他的眼睛，所有的话悉数奉还。当初给过机会让你们过好日子，现在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既然这么喜欢算账，那就好好算个清楚。最后丈母娘一家的房子、车子和其他现金加起来一共抵了200万，不仅覆盖我复仇花销，还结余了一大笔钱。我给发小送了一辆新车，还剩一大半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瑶瑶找了我好多次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赌咒发誓说自己一定改，要我再给他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说：你在拍那个视频的时候想过给我机会吗？后来我们再见面是在一家洗浴中心，我指着他要求换一个，因为这个修脚师傅喜欢偷拍，容易侵犯客人隐私。然后在临走之前反手给了他一个差评。对了，那笔债务他家肯定还不上。我和发小把他家能变现的都卖了后，把剩下的债权全给了当地一家收债公司，能收多少就看他们本事了。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。听说有几个大哥专门派人盯着他家，一家4口要给大哥们打一辈子的工，永无出头之日。我还因为这个人情收获了更多的人脉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这件事过后，我收获了事业，发小多了一辆新车。
讨债大哥多了几头牛马，前妻一家都有了稳定的工作。4英，结婚真好，下次不结了。